大家好，我是小慧，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，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，永远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。西游记中有这样一句话：有风方起浪，无潮水自平。风乃是浪的因，水平是无潮的果。世间的一切皆有迹可循，正如一朵花是播种、发芽、浇水、施肥等的一系列的结果展现，人亦如此，所历种种皆由前定。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因果循环，克制住自己指点他人的欲望，就是做人最大的聪明。阿德勒有一句名言，基本上一切的人际关系的矛盾都起源于对别人的课题妄加干涉。人这一生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，你介入了别人的生活，就会改变他人既定的轨迹。你参与了别人的因果，就要为别人的祸福买单。正所谓众生皆苦，唯有自度。傅首尔曾在奇葩说中说过这样一句话：管好自己，但行好事，不度他人。不轻易介入他人的因果，才是对他人命运最好的尊重。不要轻易指点别人。孟子曾说，人之患在好为人师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个人的认知不同，经历不同，眼界意识不同，喜欢教育别人，随时随地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，这本身就是人最大的毛病。曾有位农村的年轻人写信给陈忠实，想请他对自己的文章指点一二。陈忠实看了，认为他写得一般，但出于好心，还是回信给他，写得不错，继续努力。年轻人一听，大受鼓舞，当即放弃了农耕，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中。但一年又一年，年轻人的文学之路走得艰辛，一直都没有写出什么好作品。而且由于不再耕种，他的生活也是吃了上顿没下顿，过得潦倒而穷困。陈忠实后来听说了这件事，顿时后悔不已。他没有想到自己随意的一次指点，竟毁掉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生。自此后，他每每想起此事，内心都是很煎熬，再也不敢随口的给别人提意见了。生活中很多人都喜欢以过来人的身份自居，看到别人没按世俗的方式生活，就必须要指点一二，看到对方不会为人处事，就忍不住叫人道理。但如此不辞辛劳，语重心长，大家就会念你的好吗？未必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薛宝钗就是这样一个履行好事的人。看到邢岫烟佩戴碧玉，他说富贵人家的小姐不可有富丽闲妆。看到林黛玉看杂书，又说既识了字，却不该看这些书而移了性情。看到贾宝玉不愿学习，还说要收收心，学学仕途才是正道。他的本意是想让大家都过得好，但事实却是大观园的姐妹与他渐行渐远。宝玉更是不胜其烦，直言好好的一个清白女儿，却学得沽名钓誉。心理学家武志红说，世界上最无效的奴隶，就是对人掏心掏肺的讲道理。你讲的道理越多，别人越反感，越不愿意和你沟通。喜欢说教，本质上是一种妄自尊大的表现，硬是把自己的观念塞给别人，也是出于对别人的控制欲。更何况你的认知未必高于别人，你的经验也未必更加正确。不停地指导别人，只会把人推向你的对立面，让彼此之间越来越远。真正有修养的人，从不批评他人的为人，也不指导他人的行为。成年人最难克制的就是指点他人的欲望。不要妄图改变别人。荣格曾说过这样一段话：
你连想改变别人的念头都不要有，要学习像太阳一样，只要发出光和热，每个人接收阳光的反应有所不同，有人觉得刺眼，有人觉得温暖，有人甚至躲开阳光。人这一生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的有着想改变别人的意愿，看到差异就想同化别人，感觉不对就想纠正对方。但不是所有的鱼都生活在同一片的海里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，强行的让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只会耗费自己的心神，让自己备受折磨。《人间值得》一书中，作者恒子讲述了自己与丈夫的故事。她在27岁那年，经人介绍认识了医生中村三雄，两人一见钟情，凭借着对对方的好感，很快就步入了婚姻。但结婚后，恒子发现丈夫是酒油命，每天下了班就去喝酒，回来就是醉醺醺。丈夫还爱请客，花钱如流水，家里的开支他一概不管，导致生活总是捉襟见肘。恒子规劝他多次，甚至以离婚要挟，这才换来几天安生的日子。但丈夫终究是自由惯了，恒子越想让他改变，越会激发起他的反抗欲。就这样反反复复的争吵，恒子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，她工作也做不好，生活也没有动力，活活的把自己搞成了怨妇的样子。后来她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，既然不能改变丈夫，那就把精力留给自己，不再渴望丈夫改变后，恒子竟然发现了他的优点。虽然他爱喝酒，但人品还不错，周围的朋友都很喜欢他。虽然他爱花钱，但内心很善良，经常不计回报地帮助人。看透了这一点，恒子终于明白，与其千方百计地去改变别人，让自己陷入了麻烦，不如专注于对方的优点，放过别人，也放过自己。德国哲学家康德说，请接受任何一个独立灵魂的存在，哪怕有些人你并不认可，但也尽可能的试着去理解。人生的路是旷野而非轨道，每个人都有选择方向的权利。你觉得毫无用处的东西，可能是别人的热爱；你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，别人也许乐此不疲。允许对方有不同于我们的喜恶，生活才不会只有一种颜色。允许对方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，这个世界才能因不同而变得更加的美好和包容。3. 不要随便的干扰别人。看过一个小故事，从前有个登山者去爬山，途中遇到了一个挑夫，挑夫身背货物，步履蹒跚。登山者心有不忍，便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助。挑夫礼貌地拒绝了，但他以为对方只是客气，便自顾自拿走了挑夫背上的货物。而挑夫来不及卸下使出的力气，重重地摔倒在地。登山者这才意识到自己做错了事。在心理学上有一种错误共识效应，是指当一个人提出自己的想法时，就认为对方也会按自己的思维去思考，结果就是你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帮了倒忙，还会让彼此的处境尴尬不已。对他人生活随意干扰，往往是好心办坏事，平白让自己招惹一身怨恨。电视剧《我的新时代》中，白晶和文静是相识多年的闺蜜。文静离婚后，白晶就时不时的打来电话关心。有一次，白晶偶尔得知文静在做出租车司机的工作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她觉得文静作为师大的毕业生，有才有貌，开出租简直是明珠蒙尘。于是她联系文静，说要把文静介绍给自己做线上教育的朋友。
还说教育才是文静该做的工作。没想到文静却说，做司机是自己的选择，而且自己真的喜欢这份工作。可白金却不依不挠，认为文静是怕麻烦，随即提出要给他写简历，让他直接的准备面试就行了。本就心烦意乱的文静听说这话，终于忍无可忍，你能不能别这样，总以为自己说的才对，把你觉得正确的事强加给我，我完全不想换工作，你听懂了吗？最后两人在吵架中不欢而散，多年的友谊也因此而破裂。偷影子的人终有说，你不能干涉别人的生活，就算是为了对方好。一个人最大的劳碌就是我执太重，总是以自我为中心，不管他人意愿如何，强行的去干扰对方的生活。可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，你的打扰也只会给别人带来了困扰。真正智慧的人都深谙相处的分寸，允许自己做自己，允许别人做别人，收起你无处安放的责任心，不管闲事，人生就会减少许多的烦恼。灌园记中讲，个人至少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人生海海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海要渡，风雨飘摇之中，没有谁是谁真正的救赎。活得通透的人，从不会无端端的介入到别人的生活，干预对方的因果，因为他们明白，这世上从来没有被叫醒的人。对别人的克制，也是对自己的慈悲。我们可以适当的伸出援手，帮人治难，但无节制的帮助只会吞噬自己。人生这条路，每个人都会遇到艰难险阻，无论高峰还是险滩，都需自己迈过。有些坑必须自己去踩，有些劫必须自己去渡。能说服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道理，而是南墙；能够点醒一个人的，从来不是说教，而是磨难。人生中的低谷，恰好是一个人蜕变的黄金阶段。我们强行的介入，反而破坏了他人的成长规律。只渡己不渡人，并非生性冰冷，而是一种利人利己的清醒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，是平坦还是崎岖，皆由自己选择并承担。愿我们都能够打好自己的人生课题，勿扰乱他人的答案，一路但行好事，莫入他人因果。余生愿你能够管好自己，不渡他人，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，依然活得自在而潇洒，与朋友们共勉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，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，我们下期见。